住過旅館的朋友都知道，這種上趕着開車接送的打死都不能住，尤其是姿色不錯的年輕女性。那麼恭喜你，对方很可能是一個專業的人贩子組織，而且等你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，已經晚了。該說不說，這個姑娘還算機智，她趁人販子鬆懈時第一時間撥通了報警電話，但畢竟遠水解不了近渴。待警方接手案件時，女人已經失蹤了，只留下了一段報警求救電話。然而這已經是半年來發生的第5起東歐少女失蹤案了，5名女性全都消失在了去往這家根本不存在的旅館路上。由於案情缺少目擊者和監控視頻等證據，通常上面都不會再浪費時間繼續跟進調查。但警探雷哥打算試一試，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安排一名女警假扮房客將人贩子給調出來，然後再進行跟蹤抓捕。雖然事兒是這麼個事兒，可操作起來就出了問題。首先要找一個会說塞爾維亞語的女警，身材和长相最起碼也要说得過去，然後還得接受臥底培訓。难就難在了这個培訓上面。看好了，女警艾迪才拿到新身份和登機牌，考官就問她從塞爾維亞哪一個機場出發的，為什麼那麼多機場偏偏選擇這一個？來紐約是為了看望朋友嗎？那你的朋友叫什麼，又住在哪裡呢？從機場開車過去要幾個小時？好家伙，這一系列的問題給艾迪問得有些懵了。You stupid bitch cop, you're dead! Hey, take it easy. You think they're gonna take it easy? This is stuff any Serb would know. 看来臥底工作遠比艾迪想象的要難多了呀。實在不行的話，就只能臨時抱佛腳了。終於在3天後，艾迪成功上崗了。他打扮好精緻的妝容，拖着行李箱出現在了人販子經常作案的街道。很快，一名自稱旅館接送員的女人出現了，她像之前一樣友好的跟艾迪套近乎。接着熟練地將行李箱放上車，但這次看在艾迪十分配合的份上，壯漢司機並沒有動手，而警方為了安全起見，只能遠遠地在後面跟着，通過監聽器來判斷人販子的一舉一動，而艾迪之前做的功課也都派上用場了。女人故意問起艾迪的老家最近瓶改分了不少錢吧，艾迪底氣十足地告訴她是你搞錯了，如果真攤上瓶改的話，誰還住你的破旅館呀？想騙老娘你還嫩着呢，但也別高興得太早。司機大哥還是出手了，並且將他的隨身物品和包包全部扔掉。当然了，包裡的監聽器也一起被扔到了車外，好在還能通過 GPS 追蹤車輛的位置。接下來艾迪只能強裝鎮定，隨機應變了。很快車輛停在了一個破舊倉庫外面，艾迪被帶到了昏暗的房間中，屋內徘徊着幾個各式各樣的女孩。只見一個男人強行將艾迪拽進了房間，用命令的口吻讓他脫掉隨身衣物，甚至開始動手動腳。但為了此次行動能成功，艾迪只能強顏歡笑，騙男人說自己先去洗洗乾淨。他果然很聽話的暫時離開了，艾迪這才喘了一口粗氣。幾分鐘後，男人迫不及待推開了房門，但浴簾後面等待他的可不是艾迪，而是沉甸甸的馬桶蓋子。與此同時，警方也對倉庫進行了圍剿，不要錢的花生米要多少有多少，打在人販子身上就跟玩似的。很快倉庫裡人販子就全都被控制住了，可有一個女人例外，她裝成楚楚可憐的樣子，試圖騙過警察。關鍵時刻多虧艾迪識破了女人的詭計。 This is the ringleader. She was in the van. Если солдатити som yoshedna kurva. Game's over, Kuchka. Hands behind your head. Now! 被拐走的女孩們也全都得到了解救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